波兰要乌为沃伦惨案道歉，泽连斯基打了一个奇怪的比方，巴赫姆特宛如二战广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马超说，我是马超。乌克兰西部的贫铀弹仓库被俄军炸毁之后有毒气体继续飘向了波兰。有消息透露，波兰东部的核辐射同一时间是激增了6到7倍，激增的辐射指数也是让波兰的居民陷入了恐慌当中。为了安抚波兰人民，波兰政府也是以确保国内安全与稳定为由，暂停了向乌克兰提供 F-16战机的计划。而与此同时，近日波兰外交部还对乌克兰发难。波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波兰即将迎来沃伦大屠杀的80周年纪念日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为沃伦惨案公开向波兰道歉。那么结合波兰的一系列动作来看，核污染事故之后，波兰似乎是有点迁怒乌克兰的味道。只不过让波兰感到失望的是泽连斯基可能并不会为此道歉。扎哈罗娃就对此讽刺道，泽连斯基很忙，没空搭理波兰。那么泽连斯基最近确实很忙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说过，他最近是直接飞过了大半个地球，抵达了日本，参与了西方国家今年在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。那么在 G7 峰会上，泽连斯基还提到了乌东绞肉机战场巴赫姆特，他还把巴赫姆特与当初被核爆的广岛进行了对比，认为两者的处境都差不多，都是被破坏殆尽，没有一丝生机。泽连斯基的这副表态不排除是在博取同情，以此取得美国和西方更多的援助。考虑到日本广岛和长崎当年被核爆是死了20多万人，也有人认为泽连斯基这是侧面的反映了巴赫姆特伤亡的惨重。波兰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求泽连斯基道歉，不就正如扎哈罗娃所说的那样吗？泽连斯基很忙，没空搭理波兰。另外乌克兰在巴赫姆特的大败其实和波兰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波兰雇佣军华沙军团的最高指挥官就宣布了从巴赫姆特撤离，一度让乌军是独自面对俄军和瓦格纳雇佣兵。而且实际上波兰的威胁是吓不到泽连斯基的。虽然一直有波兰吞并乌克兰西部领土的消息传出，但是只要美国还不希望俄乌冲突结束，波兰就无法对乌克兰动手。波兰说不提供 F-16其实也不要紧，美国同意那就行了。包括英国、德国已经放话了，能不能向乌克兰提供 F-16是取决于美国的。泽连斯基呢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所以他在 G7 峰会上对拜登承诺自己不会用 F-16攻击俄罗斯的本土。在一通软磨硬泡之下，拜登最终也是被泽连斯基给说动了，改口同意向乌克兰提供 F-16战机。这就和当初波兰境内导弹爆炸事件是一样的，一开始都以为是俄罗斯的，最后拜登放话说这是乌克兰的导弹失误掉进了波兰境内，波兰最终也没有吭声了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波兰的确是被炸死了2个人的。那么事情反转之后，波兰议会当时是要求泽连斯基道歉，当时泽连斯基也是没有理他们，没有道歉。那么站在泽连斯基的角度来说有美国撑腰，他自然犯不着冒着风险代表乌克兰向波兰道歉，乌克兰人也不会同意。扎哈罗娃的讽刺其实很到位，泽连斯基的确没有空搭理波兰。波兰援乌以及向乌克兰提供雇佣兵的时候，俄罗斯就已经有言在先了，强调波兰已经忘记了历史。那么既然波兰在行为上已经选择原谅了乌克兰，那么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要乌克兰道歉呢？好的，本期话题到此结束，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聊。